曲33就在高雄。全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第30届金曲奖星光大道，我是陈明珠，我是 Yellow 黄轩，这是高雄 K Town， 音乐不会被飞到，让我听到现场所有人的尖叫 ！Yeah！ 来到高雄现场朋友们呢，真的是太热情了。阿朱，帮我拿一下，看一下现在几度。Oh my god！ 马上就要破表了。我告诉你，高雄热的不是只有天气，还有现场所有人对音乐那颗火热的心。Coco！ 是的，是的，年度最受到关注的金曲典礼马上就要开始了。我还是要问一下我的 partner Yellow 黄轩，今年呢他入围了多项大奖。Come on，Are you ready？ I'm always ready。不管是待会上台领奖，或者是待会的红毯主持，我都准备好了。不过呢，我觉得首先要先来看看承载今晚所有音乐人的礼车在哪里。非常感谢来自瑞典的 Volvo 汽车，连续4年为金曲盛会增添风采。现在在我身旁这台豪华展车是 Volvo V60 T8 PHEV 双能电动车款，可油可电，纯电行驶里程有88公里。同时，这台车搭载 Harman Kardon 多媒体音响系统，创造车室内专有自我的音乐响宴。除此之外，引领世界流行音乐潮流的瑞典，除了将音乐融入到民族协议外，更融入到这台顶级旅行车款内，让你在这台 V60 里享受高质感的音场空间，拥有忠于自我的质感生活。再次谢谢 Volvo 为华语流行音乐盛会提供所有音乐人最高礼遇。我们把镜头交给阿朱。谢谢 Yellow 黄轩。高雄的温度还有观众朋友们都是相当的热情。如果你没有办法来到现场，也可以在很多地方看到我们哦。金曲奖独家在 Live 直播，你可以在 Live Today Live Music 官方账号以及 Live TV， 其中 Live Today 将会提供多视角的直播画面。特别感谢中华电信 MOD、YouTube 金曲频道以及飞碟联播网支持。海外地区有新加坡 StarHub、马来西亚及未来 Astro， 还有日本、印度及东南亚部分地区由台湾 Plus 英文讲评同步转播。不管你在哪里，都可以透过这些平台收看由我跟阿朱为您服务的金曲33。但今晚呢，还要特别感谢金曲指定饭店高雄万豪酒店，准备这么美好的5星级尊荣服务，是的，让我们大家能齐聚一堂，一起感受高雄的狂热。没错没错，现场呢真的是嗨翻天了！金曲33星光大道，我们要来看看第一组踏上红毯的巨星会是谁呢？已经迫不及待了，你有没有感觉到一个强烈的气场已经来了？来了！修长的长腿。首先踏上红毯的是我们第33届金曲奖的典礼主持人，百大天王罗时丰。罗时丰在第12届金曲奖首次入围就获得了最佳方言男演唱人奖的肯定，曾入围了第15届、第17届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演唱人奖，也曾分别入围第26届、28届最佳台语男歌手奖。这次国民故障不误之斜杠来到金曲奖，会带来怎么样的音乐盛典呢？大牛哥好，让大家真的是非常期待。大牛哥好，加油！我们客家客家妹呀，你好，我是黄轩，应该是初次见面。是。您之前拿过这个金钟奖，所以我想说你今晚一定是很 OK 哦。这是你第一次接下这个金曲重责大任，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可以给大家透露一点点？当然这个第一次接啊，一定心里也会比较忐忑一点嘛。对啊，老人家这个脑容量也不是特别的好。对啊，记忆也不是特别的高，是吗？所以这个主持这个节目对我来讲压力也是非常的大。是。不过大牛哥呢，其实真的是随时都已经准备好了，除了平常的练习之外，他的身材已经练得非常到位啦。我们宣传照一释出的时候，大家就看到是今年的一大看点之一哦。是，可以特别留意一下鼓掌的这个6块钱，可以吗？要摸也是我摸吧。有触电的感觉，狂热的感觉啦，有狂热。是。你都不知道现在那个修图软体卖得多好，你知道吗？没有啦，鼓掌真的已经 get ready 了，好不好？为了这个金曲奖，说真的，用了很多的心力啊。
那也期待待会鼓掌可以在我们今晚的盛会好好的表现。是，那这个哈，因为我们3个就齐心嘛，我们希望这个今天的这个，对，今天的这个盛典一定要把它非常的完成成功。好，那蛋头跟你喊一个，我们一起喊。好，挖丢给你狗了，挖丢给你狗。好，来丢给我狗。好，挖丢给你狗，挖来挖，1、2、3，挖丢给你狗。来丢给我狗，谢谢大牛哥，谢谢。明珠要不要跟我一起进去啊？我要先顾我的。我觉得他一个人应该就够了。我不行了，不行，我们今天是时间的战士。我们是时间的奴隶，我们是时空战士装，而且我今天特别穿了这个受祝福的时间战士装，我们看到。好，所以这个金曲奖今天是非常适合合家观赏的一个表演哈，希望大家可以照着这个连结，全家一起来收看金曲奖，好不好？没错，谢谢大牛哥，谢谢2位，谢谢。这边请，里面请。好，接下来在星光大道上的是以万象 The Point for All Beings 入围演奏类最佳专辑奖的专辑制作人兼演奏人邱群、混音师杜奕昂、人声演唱黄景卷以及他们的工作伙伴。这张专辑融合宫庙北管、佛道经文、乐琴民谣、原民吟唱到东南亚的热带节奏，跨越各种曲风，使用在地的声响元素进行创作，勾勒出南方海岛的多元文化内涵。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来中间，来挤一点，我们挤一点。专辑的这个演奏者校群邱群呢，是邱群号召了一群音乐制作人，还有新媒体的艺术家共同创立的合作社。可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校群邱群吗？可以直接说。大家好，我们是校群。那这一位是我们的企划小八，那这位是我们的专辑混音师杜奕昂，然后这位是我们人声演唱黄景俊，然后我是制作人邱群。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话想要对就是所有支持你们的人说？帮自己来喊话一下好吗？谢谢大家。那我们非常开心能够入围这次33届金曲奖最佳演奏专辑。对，是因为他们的专辑非常厉害，所以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听，也祝福你们今晚玩得开心，好吗？里面请 ，Thank you， 谢谢。紧接着，在星光大道上的是以专辑《43》入围演奏类最佳专辑奖的魏广浩以及他的家人和工作伙伴。43是台湾难得一见的小号爵士专辑，以台湾最有生命力的声音作为起点，收录台湾与市场充满活力的这个叫卖声，为整张专辑揭开序幕，打造出浓浓台湾味的基隆在地爵士。Hello， 欢迎你们，你来了，老师。哇，接收人也好美。来，中间请。魏老师，这是一张非常不一样的小号爵士专辑，我自己也非常喜欢。而且您特别选定在您43岁的时候发行这张专辑，里面其中一首歌叫做魏谦的歌，是送给小公子的吗？没错，就是魏谦，就是他。这首歌有怎么样特别安排？给大家小小介绍一下。这个曲子吗？是这个曲子是从他小时候，他在4个月的时候，他躺在床上，那时候还不会滚嘛，就是我们把他放在床上，我在外面练乐器，然后他就开始唱歌，他就唱了一个节奏，他就唱了 A， 所以当时就有这个灵感，我就用这个节奏把它变成是这首曲，就写给他的。所以可以说是今天小孩是你的福星啦，一定要带来现场。那也祝福老师今晚可以把奖拿回家，好吗？谢谢。紧接着来到星光大道的是以安斯帕大街 Boulevard Anspa 入围演奏类最佳作曲人奖的邱丽婷以及邱妈妈。安斯帕大街是首张力与创意兼备的精彩曲目，以不整齐的基数拍节奏组合带出管乐合奏。接下来萨克斯风、钢琴的独奏轮流出场，整首曲子把安斯帕大街热闹的气氛表现得淋漓尽致。这边请丽婷。而且听说今天有这个阿婷尖叫后援会来到现场，对不对？真的耶，还翻全场了。丽婷，阿婷尖叫后援会今天从一开始就非常的给力哦。那我来问你一题好了啦，因为你远赴这个比利时进修爵士钢琴，独立发行首张专辑就入围，今天还带妈妈漂亮妈妈一起走红毯，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妈妈说？因为妈妈从小都真的非常支持我，所以今天真的可以带她一起走红毯，真的实现我最大的梦想。哇，太棒了！那也祝福丽婷好好跟妈妈享受今晚，祝你今晚一切顺利。顺利啊！我们这边谢谢。
现在不少红毯的是以专辑《交织的平行》（Crossing Parallel） 入围了最佳演奏录音专辑奖的苏斯培和他的朋友。本张专辑是用钢琴键当作是跟世界接轨的轨道，唤起大家对于世界各地难民的关怀，期盼能够让更多温暖的阳光照进黑暗的角落，努力生活的人，并且利用音乐带给世界和平的祝福，让更多的平行有交织的可能。哇，今天好像是2位优雅的公主来到现场，欢迎2位老师。太美了，太美了！2位老师，你们好，初次见面。我想问一下，这个交织的平行 （Crossing Parallel） 这张专辑的曲风也相当的丰富，从钢琴、管乐到陶笛都有，还把台湾民谣 TOO 融入曲中。录制这张专辑时，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其实我觉得每个录制的过程一定有很多困难点，像这张专辑我们是用 live 的方式去录6重奏，那基本上，这对录制来讲是一个高难度的录音。对。我加上这张专辑其实是我跟我的意大利籍混音老师一起合作的。对。现在有在看吗？还是你也不确定？我希望他有啦。好，那也祝福你们，也期待你交织出最美丽的夜晚。我们这边请，恭喜，谢谢。现在红毯上欢迎《Gambadene》入围最佳 MV 奖的导演蔡宜玉和他的伙伴。MV 以逐格动画的方式，经由蔡宜玉导演自己调色、输出、手工剪裁、拼贴之后，再把它翻拍，把歌曲当中每一个崩溃的情绪视觉化，呈现出现代人在职场上受到挫折，还是要不断的跟自己加油的正能量。Gambadene，欢迎导演。导演你们好，你好，这边，中间 C 位请。来，想请问一下导演，《Gambadene》MV 已经获得了罗马音乐录影带奖的最佳动画喽，也入围了多项国际影展跟录影带大奖。这次入围金曲奖，心情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跟我们分享一下。很紧张，很紧张吗？他略略的在发抖，但是导演呢，既然已经得到国际大奖，肯定这个一定是身经百战了。对啊，对，当然好紧张。今天晚上有信心要把奖带回家吗？我觉得入围就是肯定是。不过呢，导演在做这首歌的时候，已经用最大爆发力帮自己加油了，好不好？我们跟导演说，Gambadene，谢谢。接下来星光大道上是以专辑《融合世界》入围了演奏类最佳专辑制作人奖的林修身以及 Tony Five 的成员。Tony Five 乐团呈现美西风貌 ，LA 是 Fusion 的乐风，多重乐风的组合，5位团员每位都是乐团中重要的主角，5种不同乐器交叠呈现，创造出属于 Tony Five 的音乐火花。老师，这边中间老师好，老师。您今天是不是骑脚踏车来的？可惜不是哎，可惜不是。好，那我来问一下，修身老师，你身为这个乐团 Tony Five 的团长兼吉他手，你这次带着团员首度踏上金曲红毯，感觉如何啦？真的很感动哎，因为难得可以带我们团员一起上来这个金曲的神圣殿堂。是，没错，而且今天的5位团员真的都是盛装打扮，5位团员不同功能，5个都有不同的服装特色，好不好？再一次谢谢修身老师，也谢谢 Tony Five， 谢谢。修身老师在舞台上陪我们继续来等待哈，来。紧接着步上红毯的是同样以专辑《融合世界》入围最佳演奏录音专辑奖的潘瑶宏、谢宜芳以及 Sandbook Nam 的带领人张新华。融合世界顾名思义，融合了世界各地的音乐，也与新形态音乐风格 Neo Soul 电子音乐做结合，经由团员们互相激荡，诞生了这张《融合世界》。老师请。欢迎各位老师。请问老师，这张专辑呢，就是叫做《融合世界》，相信各位观众朋友们也知道，融合世界把最多特色融合进来。但是在做音乐上的时候，有没有遇到怎么样的困难呢？首先我们非常喜欢《融合世界》这张专辑，它把东方的传统元素跟西方的爵士乐是做一个融合的。对，那就是说这个最困难的地方是我们在觉得。怎么让每一首歌有多元的风格的同时，又能够让整个专辑有一个整体性，就是我们觉得这是最具有魅力，也是最有挑战的地方。哇，那也希望你们今天可以把这个音乐的美丽分享给更多的人，也谢谢你们，预祝你们今晚心想事成。谢谢，这边请。接下来在星光大道上，我们看到是代替无实物艺术团和鹏飞出席的王维。无实物艺术团是以专辑《夜间模式》入围了年度专辑奖、最佳华语专辑奖。鹏飞是以《这世界那么多人》和荒井11共同入围最佳单曲制作人奖，恭喜！
紧接着来到红毯上是以专辑《Iya My New My Tuzu》我以为我不知道入围年度专辑奖以及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的可乐可沈仿真和他的家人，以及专辑制作人阿星老师。本张专辑是描述许多生活上的体悟，用很多现代的口语抒发排湾族内敛的情感，透过新颖的编曲，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族语音乐。欢迎你们！老师，这边请，对吧？哇，沈仿真，很久不见呢。来，我们往前一点点，你真的很神秘，你也很特别哈，你也不用那个 Instagram 嘛，社群。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话？如果你得奖，想跟支持你的人跟家人说什么？谢谢大家，我爱你们，马萨路，加拜加拜，马萨路，加拜，祝福老师哦。那么今天呢，顺利得奖的话，答应我们把社群软体开起来，把你最大的加拜传递出去喽。对，谢谢，这边请。现在我们看到步上红毯是以 Face 入围最佳专辑制作人奖的 Everydays 和本张专辑的主唱王慧竹。Face 是由 Everydays 担任音乐制作统筹，这张专辑蕴含了各种不同的曲风，采用大量合成器的 Indie Pop 编制，创造出语言更多的，包括英文、台语、日语，层层堆叠出这一张扎实饱满的作品。欢迎你们！慧竹你好，这边请，来 ，Everydays 我好喜欢你们，今天早上就听他的音乐。学弟学长，你来了，我一直想问你一件事情，你跟慧竹合作从以前到现在，这次专辑 Face 制作过程有没有特别有趣的地方或辛苦的地方，跟我们分享一下？辛苦的地方就是因为慧竹很信任我，但是当我不信任我自己的时候，要怎么去跨越那个情绪的障碍？哇，你讲这句话的时候特别有说服力，大家看他迷人的双眼，被电到了吧？慧竹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说的吗？因为一直以来就是我们彼此的关系，彼此的合作都是真的建立在信任上面，所以一切都很顺利，然后我也很感谢这一切，谢谢。好，我希望带着这样的顺利的力量，满满的顺利推到我们的金曲盛堂，祝福你顺利得奖喽！谢谢，谢谢。这边请，红毯上欢迎以专辑《Can》入围年度专辑奖最佳客语专辑奖的彭博义，他将专辑取名为《Can》，也是为了传达自己对于家乡、对于家人的一种亏欠，里头包含了他在新竹成长所观察到的情感样貌跟反思，也反映了90后的风尘新生代对于客家音乐独到的创意发挥跟想象。博义你好，我们中间请。哈嘎永晴好 ，Hello， 大家好。博义呢有特别说到，其实呢，这是他第一张的客语专辑，他说的是把阿婆讲的话全部把它拼凑起来，就完成这张专辑。有没有什么话要来先对阿婆各位嗨后嘛？我想跟阿婆说，我终于走到红毯了。谢谢我的家人支持我做音乐。是的，谢谢博义。阿婆现在听到这句话呢，一定非常感动。在我们电视机前面与我们锁定待会得奖画面。不过邀请博义，我们先马上休息一下，进个广告之后，第33届金曲奖星光大道马上回来。欢迎回到金曲33星光大道。星光大道，我们看到的是以专辑《Love Maze》入围最佳新人奖的 Hazy 以及他的妈妈。Love Maze 由 Hazy 包办专辑里的所有词曲创作，这是一张 R&B、Soul 曲风融合 New Soul、Disco Funk、Urban Soul、EDM 等的专辑，用崭新且极具创意来定调属于 Hazy Style 的独特音乐风貌。哇 ，Hazy 今天非常的漂亮。Hazy, you are so hot！ 哇，我这边请。妈妈跟姐妹一样哎，我们是看到两姐妹一起来到红毯上了。欢迎 Hazy 还有妈咪，太美了，太美了！是入围了一生只能够获得一次的这个最佳新人奖。今天呢，还带着妈妈一起走上红毯，现在的感受如何？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非常非常的开心，但是有点小紧张。有点小紧张嘛，但是他都是很从容优雅哎，真的吗？现在不是最紧张的，待会等你上台就是最紧张的。谢谢 Hazy， 很会说话。Wish you have an amazing night， 好吗？欢迎，也欢迎 Hazy 跟妈妈这边，请，谢谢。现在步上红毯的是以 Between Now and Never 专辑入围了演奏类最佳专辑奖、演奏类最佳专辑制作人奖、演奏类最佳作曲人奖、最佳演奏录音专辑奖的 Alan Guan。
这是由他所属的乐团 Invisible Architecture 无形建筑的第一张专辑。团员们是身处在香港、美国，隔着太平洋还有12个小时的时差，完成了他们的作品，真的是非常厉害。欢迎 Alan， 谢谢老师你好。你好。你说在这个 Between Now and Never 这趟旅程中，你会发现原来生命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个圆圈。Life is circle，right？ 那金曲奖对你来说是什么？很开心，因为金曲奖对我来说就是可以来台湾的一个原因。是。所以就是我其实从美国回来之后，我就来台湾，就是跟认识很多朋友，然后最后也是因为台湾，然后带了我来金曲奖，又回来了。哇，很开心。对，希望你今天晚上能够好好享受台湾给你不一样的热情音乐盛典喽。没错，谢谢老师。紧接着踏上星光大道的，以专辑《城市剪影》（City Silhouette） 入围演奏类最佳专辑制作人奖的苏奕哲、厉启正和他们的工作伙伴。另外，苏奕哲也以《来踢馆吧 Hit the Gym》入围演奏类最佳作曲人奖。两人所属的 Skyline 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透过这张专辑，把各种不同的音爵士体验分享给大家。谢谢老师们，老师们欢迎你们。谢谢中间老师今天真的非常的帅气破表了。我们中间集中一点。请问一下哦，因为老师呢2位是共同入围了这演奏类最佳专辑制作人奖，在制作这张专辑的时候是怎么样分工的呢？阿哲呢就比较是负责音乐的部分，我就负责幕后统筹跟企划行销。有听说，厉老师好像是负责是财务大臣的部分啊。是，那也希望你们今天可以得到大奖，好吗？谢谢你们的分享，也期待你们今晚 Hit the Gym。我们这边请，谢谢，谢谢。紧接着来到星光大道的是以专辑《我们的岛》入围年度专辑奖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的演唱人戴晓君和布达比海以及他们的工作伙伴。整张专辑集合了15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南岛音乐家远端合作，收录了12首来自各岛国的歌曲创作，提醒大家重视气候变迁、爱护海洋的决心。请老师们。欢迎各位老师，今天的造型非常的用心，别出心裁，欢迎你们。我们往前一点，中间谢谢。这张专辑呢，我们的导师来，这 over 了，直接走到金曲殿堂了，太前面了，马上要去抢讲座了哦。来，我们的导是小岛大哥计划当中其中的一环，想请问一下，当初为什么想要找我们的戴晓君老师还有布达比海共同来加入这张专辑的制作呢？因为一开始其实我们会做小岛大哥是有一位太平洋的长老告诉我说我的祖先来自台湾，所以我们就很希望能够和台湾的原住民音乐家合作。然后小君跟普塔就是我们最爱的2位女歌手。太厉害了！我听了他们的专辑很感动，有一首是跟大溪地的，对不对？也有收录跟大溪地的，对。那也预祝你们今晚能够顺利得奖 ，Congratulations and welcome to the show。这边请 this way please。星光大道上现在看到的是以专辑告诉我他们都在本来的什么地方入围了最佳新人奖的当代电影大师。他们的歌曲风格受到90年代经典乐队的影响，以直线噪音、后朋克、不软的民谣、低传真金曲作为他的创作指标，搭配真实不矫情的歌词，成功的在音乐圈引起了注意。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当代电影大师，真的是非常的有态度哦。阿茂。我们最近算很有缘哦，是常常遇到你们。今天来到金曲盛典，走到这一步，此时此刻最想感谢谁？我想感谢我的妈妈、我的爸爸，谢谢他们。为什么呢？在做音乐这条路上，有他们给你怎么样的鼓励，或者是原本一开始还会不放心吗？他们到现在都还蛮不放心的。真的不过今天晚上在金曲奖的时候，让他看到你在音乐上面的实力喽。是，祝福你们顺利得奖，谢谢。祝福你们，里面请，谢谢。现在走上星光大道的是以 AI 跟 AI 入围最佳编曲人奖的 Robot Swing， 以及2位主唱洪佩瑜、陈以恒。AI 跟 AI 是一首长达6分钟的作品，诉说着新科技下发展的爱情故事。而 Robot Swing 由键盘手郑昭元、吉他手洪维农、贝手林恩利和鼓手简玉明所组成。他们4个自称音乐宅男，是个无主唱编制的纯乐团。这边请。Robot Swing。哇，老师今天大概把所有的颜色都带到现场。我们往前一点点，往前一点点，让大家看到你们帅气漂亮的一面来。是的，想要先请问一下，当初为什么想要找洪佩瑜还有陈以恒来诠释这一首歌 AI 跟 AI 呢？
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写，我们的团名叫 Robot Swing， 然后我们一直想要写一首关于机器人跟人类恋爱，机器人会有感情吗？它跟人类有什么不同？没错。然后我们以恒跟我们合作了很久，然后我们一起写了很多歌，然后佩瑜的声音加入进来，就感觉充满了人性，充满了情感这样子。对，而且重点是你们也发行了新专辑，对不对？没有错。希望你们取得好成绩 ，Robot Swimming to the Moon。谢谢，这边欢迎。谢谢你们。接下来走在星光大道上是金曲常客陈君豪以及他的家人。陈君豪这次分别是以《上皆非》、AI 甘美爱2首歌入围了最佳单曲制作人奖。他过去曾以佛跳墙成员的身份获得了第26届金曲奖最佳乐团奖、最佳编曲人奖，接着是以个人的身份获得了第28届金曲奖最佳单曲制作人奖。本届在同一个奖项拿到2张门票，里面相当的大哦，欢迎你们。老师又见面了，老师你好。你好，老师，我想问您，你曾经说过做音乐很大的快感来自于别人的称赞跟这个毒舌，那你最喜欢听到的称赞跟毒舌最害怕的是什么？我最喜欢听到称赞就来自小朋友的称赞，漂亮，对，是最真实的语言了。对，就是如果他会唱或者很喜欢，就会很爽。就像今天那个有一段演出是那个林宥嘉叔叔的演出，是否合家观赏还有小朋友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好啊，那谢谢君豪老师，陈君豪老师就是成绩太好，也祝福你们里面请开心哦，谢谢。接着星光大道上，我们欢迎同样是以 AI 甘美爱入围了最佳单曲制作人奖的韩立康以及他的夫人。韩立康同时也以魏如萱的专辑《Have a Nice Day》入围了最佳专辑制作人奖。这次由他制作单曲跟专辑都是双料入围，截然不同的风格，经过了立康老师的制作之下，绝对都是品质保证。欢迎老师。老师。学长应该说叫你学长，你曾开玩笑说过，这个制作人啊，就是出一张嘴。那在你眼中，所谓的音乐制作人应该要拥有什么样的特质或能力呢？如果你是出一张嘴制作人，你就要有非常好的品味，还有沟通能力。就像学长本身啦，对不对？我不是出一张嘴的制作人。你不只是出一张嘴，而且你出的嘴也可以出，就是口灿莲花之外呢，也能够让这个音乐让更多人听到，对不对？对，没错。谢谢学长，那也祝福学长双料摘金，里面请。谢谢。接下来步上星光大道是以专辑《恩万纳乌瓦》1号作品入围了年度专辑奖、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的阿拉斯、曾宁、薛薛、真爱、Kiwi、丁记。这张专辑是由阿宝、阿任任跟制作人黄少雍领军，结合了排湾族、鲁凯族、布农族和阿美族的歌手，收录了7首原创母语歌曲，在风格各异的电子音乐声背后，传达出真挚的人声。这边，摇动你的裙摆。哇塞！要不要舞动一下啦？你们到底这个气势太强了吧？阿拉斯，阿拉斯，我来问一下，此时此刻你感觉如何？要不要一人一句给大家表达一下？一人一句吗？要快哦，时间有限哦，来。好了，我们现在就是保持非常快乐的心情，我希望今天玩得愉快，漂亮，大家平安，平安好。感谢主，感谢，谢谢大家。不一定要得奖，可是我们要最漂亮。漂亮！那今晚庆功给他用力 party 下去，我们里面请，谢谢你们。红毯上，让我们继续欢迎以 Memento Mori 入围最佳新人奖的珂拉琪。专辑中的歌曲《板称回对主标 BI》风靡了万千粉丝，每推出新作必定在串流平台造成轰动。珂拉琪与时下流行的黑乐和西咖有别，他们摇滚乐的走势却又不同于典型的华语流行，是当今相当受到关注的新生代组合。你们来了，欢迎两位。珂拉琪呢，其实出现在乐坛的时候，真的是造成很大的震撼。不过呢，那时候也落下一句话说呢，不会签这个唱片公司，为什么呢？我们觉得做自己的东西好像比较自在，所以目前没有这个打算。确实是如此，这样呢才能够在所有的巨星当中有自己的独特色彩。没错，预祝两位今晚顺利筛金成功喽！谢谢，谢谢。接下来步上红毯的是以专辑《On》入围演奏类最佳专辑奖、演奏类最佳专辑制作人奖的程洁，和以 AI 甘美爱入围最佳单曲制作人奖的黄文轩。专辑中所有歌名都以 On 为起头，每首歌都是一首关于爱、家庭、友情，甚至关于台湾。AI 甘美爱这次在混音上也有新的突破，老师们请。欢迎两位老师。
请问一下老师，这次跟明马丁老师共同合作，入围了这演奏类最佳专辑制作人奖。不过在制作这张专辑的时候，是怎么样来分工的呢？因为专辑的概念就是想要融合拉丁跟电子，所以基本上所有拉丁的部分我都会问穆萨，然后所有电子的事情他会问我，大概是这样。是的，那我来问一下，同样是这个轩轩宇宙，好不好？黄文轩老师，你曾说过混音工作就像是一位厨师，那 AI 甘美爱是一道怎么样的料理呢？应该是蚵仔煎吧？蚵仔煎吗？对，在地哦。那希望老师可以今天把这个蚵仔煎分享给更多人的吃，在台上期待你哦。谢谢两位老师，谢谢。这边请。接下来步上星光大道是以专辑 99% Angel 入围了最佳华语女歌手奖的 Karen CC， 以及入围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的 Kevin。99% Angel 专辑是收录了11首类型多元的歌曲，大多数是以爱情为主题。Karen CC 在这张专辑当中大方的谈论情欲，是一张非常贴近 Karen CC 从女孩到女人的作品。今天呢，真的是女人味十足哦 ！Baby， 全部给我I want more， 请别找借口。来这边请我们的小辣椒 and 帅气的 Kevin。我跟你讲，我一定就是要先来让这个 Karen CC 展示一下她今天的这个服装。是红毯是不是？我特别为了你穿的 yellow。哦，真的吗？你来转一下，你转一下。这就严重了，严重了。OMGMA， 我想要请问一下，你今天的造型是 99% 的天使还是恶魔？给我们介绍一下。我觉得这应该是恶魔吧。Kevin， 那你怎么觉得 ？She's pretty much angel. Pretty much Angel, right? OK. Karen 其实有讲过，她的不管是 Angel 或是 Devil 部分都是共同存在。不过呢，对于 Kevin 老师来说，可能更难，因为在音乐创作或者是在两个人的亲密关系当中，两个都是非常贴近。不过如果遇到一些冲突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做音乐蛮有默契的，所以但如果有一些撞到，都是为了音乐。好，那也希望你们今天可以把这个音乐在台上，期待你们让更多人看到你们厉害的音乐，跟这个今天不知道是天使还是恶魔的这个装扮啦，好不好？好，那你留下来一下。是的 ，Karen 今天穿的这么美，一定要让大家多看几眼啦。不过邀请两位跟我们一起休息一下，进段广告，金曲33星光大道马上回来。再次回到金曲33星光大道，现在呢，红毯上我们马上来看到 Volvo 礼车承载的到底是哪一位漂亮的巨星呢？哇哦！步上红毯的是以专辑《健单某健单》入围最佳客语歌手奖的徐世慧，来自于花莲的客家创作歌手徐世慧，睽违了4年发行了自己第3张的个人专辑，是集结了生命当中无数精彩的故事，还有夫妻2人对于未来的期望代表作，不仅是幸福的代表作。也是世慧老师对于她的丈夫、女儿，还有家人、朋友们，真的是最深情的告白。世慧老师您好，我们这边请，初次见面。安 Q 莫宽的冻江、暗江。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健单某健单》呢是一张承载着简单而真实的幸福的专辑，也是对家最长情的告白。我想问老师，家对你而言是什么呢？家吗？对我来说，就是你随时在这个家里面，你永远都不用害怕，不用担心，永远是一个最安全的地方。哇，太棒了！那也欢迎老师，希望这份幸福在今晚也能顺利圆梦，好吗？谢谢老师，这边请。谢谢明珠，谢谢。接下来红毯上看到的是以跑马灯 Death Trip 入围最佳 MV 奖的导演李品贤。MV 中以幽默的方式讨论生死议题，透过慢动作、时间放慢所产生的跑马灯，巧妙地结合了 OZ 跟蛋堡的真实生活情况。3分钟的 MV 带给乐迷们满满的彩蛋，贤贤太漂亮了！欢迎贤贤导演。贤贤导演呢，这次是跟 OZ 共同入围了最佳 MV 奖。不过你跟 OZ 呢，在这个 MV 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怎么样呢？首先，我很感谢 OZ 跟新乐人邀请我一起参加这个制作。那其实 OZ 在一开始对于整个 MV 的概念和想法就已经非常清晰了。那就是接下来就是我们非常有默契的把它具象化，这样。谢谢导演的分享，那也希望今晚你可以玩得开心，好吗？恭喜！这边请。紧接着红毯上，欢迎是以专辑《他乡寻客》入围了年度专辑奖、最佳客语专辑奖的 iColor 艾克勒，以及专辑制作人苏通达。苏通达制作的另一张专辑《下半场》也入围了年度专辑奖、最佳台语专辑奖2项大奖。
他乡寻客是结合了东方西方的全球客家概念的专辑。阿 King 带阳，欢迎。夫娘，请问一下两位，这个他乡寻客啊，这首歌里收录了这个客语诗人叶日松大师的访谈，当初为何选定了这个叶日松作为这首歌的主角呢？其实叶日松老师是国宝级的诗人，是，每栋饭也有200 give 以后，这是机会可以请他为这个专辑写同名的歌曲。用诗的方式来呈现客家文学性、艺术性，还有客家人在表述这个迁徙的脚迹。哇，这点其实实在是太珍贵了。阿朱，你觉得吗？我觉得呢，因为他们的音乐当中，除了是音乐性之外，内容也是非常重要。不过更重要的是把奖带回家，好不好？没错，祝福老师们。现在呢，来到红毯上的是以《茶有此人》入围了最佳作词人奖的葛大为，还有以《Have a Nice Day》入围了最佳专辑制作人奖的陈建骐和黄少优以及他的女儿。另外，黄少优也以《狂迪》、《福伊斯》、《星星歌》2首歌曲双入围了最佳编曲人奖。这华语音乐界的3巨头啊，今天能够凑在一起，真的是创造出无数让你叫好又叫座的好声音。今天小优老师还带着他的小公主来现场。老师请，那我要讲个很严重的话了。来，小优老师 ，Hello， 小公主，来这边，中间来，我们中间一点点。现在这3位在我旁边的老师们，以那个资历啊，跟这个辈分，跟这个作品来说，都已经可以算是我们金曲的海报了。你会怕对不对？建骐老师，你去年得奖的时候说你没有在等这个金曲奖，是金曲奖在等你。那你今年再度入围了这个最佳专辑制作人奖，现在金曲奖对你而言是什么样的存在？它就是一个温故知新，然后可以发掘更多音乐的可能性的一个存在。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好，我们再把麦克风交给我身边的葛大，因为其实葛大呢，去年就是以这首歌《无人知晓》得到了金曲32最佳作词人奖，今年又再次入围这个奖项，而且你去年还在台上说这奖也太难拿了吧，又入围了同个奖项，现在心情如何呢？我觉得入围或得奖与否，都是在提醒创作人，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是我们热爱的工作。是。那去年已经得过，今年来就是平常心这样。那希望结束之后可以赶快去喝酒。有共识了。跟我想的一样，老师有共识。真的，我现在就在想了怎么办。那我现在再问一下这个邵雍老师啦，因为邵雍老师，哎呦，这个也没有在访纲，可是我还太想讲，我每次都在入围最佳编曲的 Q 看到你，老师，对啊，先转一下，你实现多年愿望，你今年一次拿到2张最佳编曲人的入围门票。你曾说过入围编曲真的很难，到底有多难？可是没有说服力啊。那你觉得有多难？我觉得很难啊，我还是觉得很难嘛。哦，对，好，你也觉得很难？我觉得难度就像投手投出完全比赛那么难。就是你一定要有技术，是你还要心中要有艺术，是，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运气很好。好，对，那待会9局下半2好3坏的时候，我就看你表现了，老师。好啊，我也看你表现。好，我就看我表现。谢谢3位，预祝今晚玩得开心。红毯上我们看到的是以 No Mercy 专辑入围最佳乐团奖的无望合作社。无望合作社自称是由不是生产的懒人所组成的乐团，成员有主唱兼吉他手郭立伟、贝斯手谢硕元、鼓手林玉善。无望合作社一直以来就想做出跟别人不一样的声音，期望他们透过直接不细腻的歌词，唱出现代人独处时的心声。你们好。Hello。哇，直接杀进金曲奖来，感觉就要直接拿奖座了，气势太惊人了。是的，我们往前一点点。想先请问一下，因为其实乐团的默契还有感情是非常重要的。不过你们当中谁是最 No Mercy 不留情面的呢？谁指出来了啦？指出来了，还是要指我？应该是我们3个都蛮 No Mercy 的，都被这个世界影响。好，那我觉得既然都已经做音乐了，就不要再管有没有 No Mercy， 我们直接不留情面的给他做音乐，把这个奖拿走好吗？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现在来到红毯上的是以专辑《万籁的絮语》入围演奏类最佳专辑制作人奖的吴金代。《万籁的絮语》中所有声音的采集横跨了27年，涵盖世界各地，透过专辑可听见台湾珍稀物种、野鸣的演唱、小琉球海域的歌声、北欧冰川的消融，是一张极具生命力的专辑。老师请。老师，世界级的音乐人现在站在我们的旁边，向老师致敬哎！是，老师真的是非常了不起，因为他是台湾第1人背着录音器材去采集这些自然原始的声音，完成这张专辑《万籁的絮语》。不过这张专辑当中最辛苦的地方是哪里呢？只要是好玩的事情，不会辛苦。哇，是的，也谢谢老师一直致力于自然文化的传承，也预祝今晚能获奖。老师这边请，谢谢你们，谢谢。
现在走上星光大道是以专辑《Golden Tides Bro》入围了年度专辑奖、最佳台语专辑奖、最佳乐团奖的血肉果汁机，还有以歌曲《哇西吉加小告送哦》入围最佳 MV 奖的林世军导演以及他的工作伙伴。血肉果汁机这张专辑有别于以往，多了一些热血、励志、热情，以台中为中心，大谈梦想跟爱情。欢迎你们！来喽！欢迎 Here we on the mountain top 哦，哎。来啦，我来问一下啦，这张专辑讲了很多台中的故事，也大谈这个梦想跟爱情，跟以往风格很不一样，怎么会有这样的转变？来，因为我们走了很多地方，我们想要回到我们的故乡，所以漂亮就是这么简单。就是欣赏你这个态度，撞一下。其实我们之前有个限定团体，叫做血肉蛋蜜汁。血肉蛋蜜汁。好了，不过我们还是要把麦克风呢交给我们世军导演一下，因为呢这支 MV 当中短短几分钟里面就塞了非常多的彩蛋，很用心。当初是怎么样想到的呢？跟伙伴们一起讨论出来的。哦，大家是取得了共识，对在完成，所以等于今天是入围就是一起入围，得奖就是一起得奖喽。对，请支持血肉。漂亮，血肉果汁机也和导演林世军，谢谢你们 ，Love you bro。这条路蓝的 Together and Dope， 谢谢，欢迎，谢谢，谢谢。紧接着步上红毯的是以专辑 Into Animals 入围了最佳乐团奖的 I Mean Us。本张专辑讲述的是向内探索自己内心的过程，面对共同失去的朋友，生活遭遇随之而来的惆怅和悔恨，反复的思考，翻找那些被自己隐藏的、不被理解的痛苦跟罪恶感，这些都是不可被忽视的珍贵情感。我们中间这边请，中间集中一点点，谢谢。你们也太美了吧！闪到我刚刚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来，专辑 Into Universe 的视觉采用了这个水晶球呈现，水晶球主要想代表什么呢？代表一颗光头的感觉。哎。你跟我想的一样，我刚刚就在想会不会你会这样说，但水晶球也有着这个占卜跟预见未来的意思，对不对？也希望 I Mean Us 今晚能把奖带回家，谢谢你们，谢谢。我们这边请，谢谢你们。接着踏上星光红毯的是以个人第一张创作专辑《00》入围最佳客语歌手奖的功德与专辑制作人张敏祥。专辑名称00代表2个圆，一个象征血脉的根源，一个则是绵延不绝的分源，不断向外的追寻，证明也许都是向内寻根的过程。阿朱，我跟你讲，现在非常的危险，怎么了？因为我知道功德昨天秀了他的肌肉，对吧？今天西装有稍微改过吗？有吗？更 fit 了。来到中间，功德真的很用心，因为呢，这是他第一张客语的创作，那么就入围了这个大奖。想请问一下，因为你在说呢，做音乐的时候妈妈最开心呐，为什么呢？因为是做客家音乐，他在跟别人解释的时候多了一份这个骄傲的感觉。哇，你今天又太研导了，对不对？可以这样说吗？对，研导，而且是不是也特别的练了一下？有吗？稍微控制了一下。得奖的话再上台，得奖的话看清楚。敢不敢？不太敢。而且酝酿一下，预祝顺利得奖喽！好，谢谢你们，谢谢。接着在星光红毯上，欢迎是以《一孔天哈》入围了年度专辑奖、最佳客语专辑奖、最佳客语歌手奖的黄宇涵，还有他工作团队。这张专辑讨论的是网络霸凌的现象。那么在恶意与悲伤孤寂的边缘，黄宇涵是透过作品让所有为之感到无力的人有所共鸣，并且找出自己之所以不同的核心。你今天又帅又美哦，又很辣很 V 耶！宇涵，宇涵，我要跟你说声抱歉了哈。怎么了？这个被称为客语界的 IU， 要不要好好再展示一下你今天的红毯造型？来，大家好，我是冯仁华，大家好，我是宇涵。今天呢，特意跟老师们一起搭配，穿个西装外套，然后显得我是女生，所以就穿个裙子这样。你今天真的是又帅又美，你长得很好，真的确实是如此。而且其实，在宇涵的音乐当中，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更加不同个性，有别于以往的表现。尽管顺利得奖哦，加油！顺利得奖，顺利得奖，谢谢，谢谢，这边请。红毯上继续欢迎是以专辑《Ira Amizga》静静的等待着入围了年度专辑奖、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的简燕村和他的族人。这张专辑把燕村阿嬷从小听到大的原住民古谣记忆真实的保留下来，不论是祭歌或者是日常的古谣，每一首歌的吟唱当中都带领着他回到过去生活当中的极光片语，口述着他跟太巴朗部落之间的关系。
息，也希望聆听者能够把故事真实的传递下去。欢迎你们！今天呢，算是整个部落都来到现场了。来，来，好萨利嘎嘎，真的是啊，真的阿嬷，我想跟你讲嘞，阿嬷。马乌拉卡库基斯万那很久了已经，你今天已经不是全家总动员，你把那个隔壁村的也找来了，对，全部都找来了呢。对啊，你现在心情怎么样？我这个放了做什么的呢？马乌拉卡库，现在非常的开心。谢谢在座所有的孩子给我们加油，谢谢。谢谢燕春阿嬷及主任们，万都帮着，谢谢你们这边，谢谢你们。当然呢，今天阿嬷把全村的人都带来了，我们先一起进个广告，金曲33星光大道，马上回来，马上回来。欢迎再次回到金曲33星光大道。接下来红毯上的这位是谁？欢迎以专辑《爱情一阵风》入围了年度专辑奖、最佳华语专辑奖、最佳专辑制作人奖的李全哲。专辑的名称是致敬了歌手陈百潭的同名作品《爱情一阵风》，整体的主题是围绕在青春跟爱情，用非常浪漫的唐音包裹着人类行为的不确定。Jerry， 来 ，Jerry， 你给我过来，你给我在 C 位好好的站好，让大家看看你今晚多帅。你知道你刚才过来的时候，有几个，包括我们前面的女生快昏倒了。我想问你一下，除了演唱外，自己担任专辑制作人跟歌手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我觉得差最多的就是像是一面是你在镜子里面，一个是在镜子外面。哇塞！对，那我跟你讲，不管是镜子里面的你，还是镜子外面的你，你今晚都能够风靡万千少女。欢迎 Jerry， 谢谢。接下来星光大道上看到的是以专辑《不喜喽》入围年度专辑奖、最佳台语专辑奖，也与歌曲《拜拉》入围最佳编曲人奖的百合花，还有入围最佳装帧设计奖的陈念莹和他们的乐手老师。本张专辑同时入围了最佳专辑制作人奖，欢迎这边请。嘿。有，这边中间。这次的歌曲呢，《拜啦》是入围了最佳编曲人奖。最喜欢在这首歌的编曲上面有怎么样细节的安排呢？就是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把这个念歌、这个刮的东西放到 funk 跟 disco 的风格里面，然后弄了很多版本，我们自己很喜欢。哇，自己喜欢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样就能够赢得大家的认同了。谢谢你们，预祝顺利得奖，谢谢。让我们欢迎以专辑《八仙》入围了最佳演唱组合奖的三生现役。他们以台湾的庙宇音乐加上电子音乐作为创作的基因，专辑《八仙》延续在地信仰作为主轴，以人味作为出发点，在音乐上倾向多彩活泼。歌曲是加入了歌谣为主体，呈现前所未有的传统跟电子音乐的风情。老师，我跟你讲，我真的是三生有幸在这边访问到这个三生现役，三位老师各自都代表一个神兽。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我是鸟，我是那个陆方代表，那么海方代表今天在那个另外一个地方演出，他是没有来。哦，今天演出没来。好，对，他在大溪。我跟你讲，三生现役来的来势汹汹，也祝福老师们今晚顺利捞金，好吗？谢谢你们，谢谢王轩，谢谢明珠。红毯上继续欢迎以新宝岛康乐队第12张《渐渐乏》入围年度专辑奖、最佳台语专辑奖、最佳演唱组合奖的排湾族小天王阿凤陈世龙。为了录制这张专辑，陈升、黄丽玉、陈胜龙三位大叔扛着整套录音设备深入苗栗客家山庄。老师请。阿凤老师，刚才是快步来到现场呢。问老师的奖项哦，真的是非常多。这一次在录制《渐渐乏》的时候，你到我的故乡苗栗哈。对。听说呢，整张专辑在那边完成，有没有什么样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的故事吗？好山好水，好山好水，确实沉淀了我们现代人很多快速的这个步伐啊，真的。你今晚一定要给他很用力、很出力哦！一定的。谢谢排湾族小天王阿凤，这边干什么的？接着让我们一起欢迎以专辑《到底都带》获得第32届金曲奖最佳客语专辑奖的春面乐队。2018年成团后，作品好评不断，勇闯各大音乐奖项，是台湾唯一一支以单簧管家族做乐器、做音乐创作的客语组合。欢迎你们！欢迎阿乔，欢迎春面乐队，你们好，超哥，谢谢你们好，你们好。
大家好，春蜜乐队呢，其实成军4周年了，今年马上在7月份的时候就要举办这大型的豪华春蜜演唱会，可以先跟我们小友透露一下什么惊喜吗？没错，我们的惊喜就是我们今天带来我们豪华阳春蜜，而且要有3山国王加持过，然后让我们的轩轩亲手拿给。典礼上的轩轩，希望我们去年的客语专辑的奖项，然后可以为你加持。哇塞！我现在3山国王有加持过。我跟你讲，我现在讲我都饿了，因为其实我们今天都还没吃东西。不过还是谢谢春蜜乐队，谢谢你们啦，欢迎你们。那我会好好的收着，但是可以先帮我拿着一下给那个工作人员吗？什么？谢谢你们，这一下。谢谢你，太感恩你哦，谢谢。什么太感恩？现在星光大道上看到是以专辑《Take a Breath》入围了最佳演创组合奖的影子计划 Shadow Project。第2张专辑《Take a Breath》以更成熟的编曲技巧、混音和制作，详实的记录他们沉勇、静待脱壳、内敛，还有日常的语言、欢快的旋律，期盼用旋律陪伴每段因为音乐而相识的缘分。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我跟你讲，各位观众非常严重，因为现在据说同场有2个 Yellow， 对不对？哇，没有错，没有错。来自高雄，你们这次可以在家乡参加金曲奖，如何心情？现在是？我现在很紧张的，其实。怎么说？因为第一次参加。那你看到同样身为叫 Yellow 的，你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吗？就是希望可以像你这么从容，希望每年都可以参加。好了，那我跟你讲，欢迎你们，也希望影子计划今天能够玩得开心，好吗 ？OK， 谢谢你们，这边请，谢谢。是。现在来到星光大道上的是我去年的对手，最后还打败我拿下去年最佳新人奖的坏特。坏特迷人慵懒的独特嗓音，让许多音乐人争相邀请他合作。最近坏特与李浩伟合唱新歌《朋友》，2位金曲级怪物新人首次合作，火花四射，广受好评。来了，坏特，来了，坏特，哇，你就站在这吧，坏特。最近坏特呢，其实跟非常多音乐人合作，包括了佳慧姐啊，还有李浩伟等等。不过就你自己个人的创作部分，有没有什么样的安排呢？我想要在年底可以让大家听到我下一张专辑。哇哦，年底马上就新作品了。要讲新作品，在这个时候跟大家讲，我跟你讲啦，好险，你今天只是来颁奖而已，是吗？谢谢坏特 ，and wish you have a wonderful night， 好吗？谢谢，谢谢，谢谢。红毯上看到的是以专辑《黄昏》入围了最佳台语男歌手奖的张武，还有他工作伙伴。过去是以嘻哈作品作为主的张武，这次是以台语创作阐述自己童年到现在各种光怪陆离的事物，仿佛是现代版的《聊斋志异》，有嘻哈写点支撑张武出众的写词和观点特色，被我的黄轩 Yellow 入围是现代的词魔。对，我已经开始在撒一些剩粉了，有没有看到我的手？我的手，哎，恐怖大师，恐怖大师，恐怖大师，请问如果第一次听你专辑的朋友，你会给他怎样的建议？如果平时坏事做的比较多，那你就可能多带一点朋友一起听，这样。说是你还是我？会怕。我们也一起听过了。好了，那你有没有准备好讲冷笑话？但是先不要讲好吗？因为我期待在台上听你跟大家说，谢谢张武，希望今天能够得奖，谢谢思佳，谢谢你们。红毯上看到的是以专辑《尴尬》入围了最佳台语男歌手奖的苏明约和他的2个女儿。专辑《尴尬》是融入了自身对于社会的观察，还有他生命经验，歌曲中探讨许多社会议题。他以独特又温暖的方式唱出人性关怀还有感悟，而他也是台湾第1位以律师身份拿到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奖的律师歌手。来这边请，老师好，哇，见到2位宝贝女儿了。我刚刚就有一个想法啦。我就想说，直接就先问女人好了，你觉得怎么样？可以、啊。你让这次你陪爸爸得奖，对不对？我跟你讲，之后未来有机会，爸爸陪你来得奖，有没有这种可能？人家歌声真的是非常好听哦。你有没有什么给爸爸打几分呢？今天的表现，或是今天的其实我跟姐姐都觉得，爸爸从小都是我们心中的冠军爸爸，永远都是满分。是的，全世界最好的男人就在这边了，也祝福你们父女同心，再拿下一座金曲奖。谢谢苏明渊，谢谢黄轩，谢谢。接下来步上红毯的是以专辑《素》入围年度专辑奖、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最佳乐团奖的野东西。《素》是以达悟族语创作的摇滚专辑，词曲编曲皆由团员共同完成，乐团集10年之大成之作，结合母语、兰语故事、Hard Rock 与全真实乐器录音，首张母语创作专辑大获好评。这边请中间。欢迎各位。我有一个问题呢，已经 say 好，我要帮你的所有歌迷朋友来问，因为那时候得知到入围的时候，听说人在国外下飞机马上就去刺青刺了33，
我机会看得到吗？包起来了吗？今天服装的关系可能比较不太方便。对，那如果大家想有啦，在这边。哪边？看那边。哇，那边，这里。金曲33，这里。哇塞，真的让我们大家看到了，希望待会可以让台上更多人看到，好吗？谢谢野东西，希望你们能拿到好的成绩。阿古盖嘎布，谢谢。接着，让我们一起欢迎台湾民谣之父胡德夫。胡德夫老师在2006年的时候，就以歌曲《太平洋的风》获得了第17届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以及最佳年度歌曲奖。去年更是写下华语音乐史的纪录，以高龄71岁之姿发行了个人创作专辑《最后的猎人》。老师也将担任今晚的颁奖嘉宾。老师今天来到现场呢，把太平洋的风都吹来到我们的高雄火热的现场了。老师好，老师我是黄轩，这位是明珠。老师，谢谢你今天还来到这边。那我想问一下胡德夫老师，您唱歌唱了50多年，这次来到金曲奖，有没有什么话想特别勉励我们在场所有的音乐人呢？这个很重要。我觉得，像我现在70几还在唱，还在写歌。那么我回到台东去，还在找我们心目中那些山河，那些元素，对。那么年轻人一定要 keep rolling。我会的，大家一定都会。我相信今晚所有的音乐人听到老师的这个勉励，会非常感到开心。不过老师呢，今天能够来到现场，绝对就是对于新生代的音乐人最大的肯定和支持了。谢谢老师。进段广告，金曲33星光大道马上回来哦。欢迎回到金曲33星光大道，阿朱，你看，恐龙来啦！哇，红毯上欢迎是以《Millions of Years Apart》入围了最佳演唱组合奖的恐龙的瓶，是由暴龙跟三角龙组合而成的神秘双人组合。专辑是打造出远古大陆的梦幻流行风格，在复古合成器音色跟流畅的旋律之下，融合了各种当代音乐元素。首张 EP 推出之后，立刻就在网络上掀起了一波热议了。各位观众千万不要怀疑你们的眼睛，因为这是金曲奖有史以来第一组恐龙来到现场，欢迎你们！是三角龙对不对？为什么团名要取名叫恐龙的皮呢？因为我们是2只恐龙。那我跟你讲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因为今天晚上我们后台只有人类的食物，也希望你们今晚玩得开心。谢谢恐龙的皮，谢谢大家。红毯上看到的是以专辑《跨博》入围年度专辑奖、最佳台语专辑奖、最佳台语男歌手奖的钢琴诗人王俊杰和专辑制作人赵家驹。跨博融合爵士与纳卡西曲风，整张作品宛如歌舞剧般，充满复古台味与西洋的交织，体会这个世界带给他的另一种滋味。老师你好，谢谢老师，家驹哥，欢迎两位，谢谢来。俊杰老师呢是睽违了10年，再一次扣关这个台语歌王宝座，现在心情是如何？好，跟大家说一下。来高雄参加金曲奖很开心哎，觉得很有热情的感觉，很有热情，对不对？对啊，从天气到人都是如此，确实非常的狂热。那也预祝老师今晚能够满载而归，把奖通通带回家。谢谢。接着欢迎以专辑《金不念黑马》入围了年度专辑奖、最佳客语专辑奖的罗思荣以及制作人黄宇灿。罗思荣同时是以歌曲《测量》入围了最佳作词人奖。《金不念黑马》专辑主题关乎日常、爱跟信仰以及内在的探讨，用客家女性的诗歌呈现出非常丰富的生命样态。思荣姐，金不念色彩的奖都赌唔掉哎。思荣姐，暗江。暗江，暗枪哦，我是不太会啦，但是我知道思荣姐，你除了是音乐人外，还是画家、诗人。那什么时刻最容易涌现创作灵感呢？应该无时无刻吧。无时无刻，我相信这个就是真正音乐人创作人的心情。是随时而来的。不过我要祝福思荣姐，因为呢，金不念黑养嘎，今天是赢家，把奖带回家。好，谢谢，祝福你们，谢谢。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美秀集团，他们以专辑《多色宝山大王》入围最佳乐团奖。红毯上还有以歌曲《马克吐温》入围最佳 MV 奖的林毛导演。专辑以赛博台克为核心来打造福尔摩沙未来主义的全新世界观，跳脱曲风束缚，融合 disco、电音与台式慢摇等音乐元素，令人耳目一新。
来了 ，Amazing Show，Amazing Show， 美秀集团林毛导演，你还在那边悠悠哉哉，你给我过来这边，请来。好了，来自于嘉义的美秀集团呢，主唱狗博说不大会讲台语，可是你们歌词大部分都是用台语创作的，怎么完成的？今天要不要秀几句一下？因为我们都是赛博台客，那个手势要比一下啦。赛博台客，赛博台客代表了我们将未来的概念融入台客这个很经典的元素当中，所以会不会讲台语不太重要，我们都是赛博台客才重要。哦，赛博台客，那我来问一下这个林毛导演好了，麦克风借我一下。林毛导演，马克吐温的灵感来自妈妈，对不对？那你知道入围的时候，妈妈有没有什么反应呢？妈妈是狗博的妈妈。是吗？对啊。狗博的妈妈，你有什么反应呢？他现在应该在看，他现在在看吗？那要不要对他比一个赛博台客手势？妈妈，我爱你啦！今晚他们上台的话，狗博你就要怎么样？你有什么承诺吗？赛博刺客。好，赛博刺客等你哦！祝福你们，恭喜！这边。接下来到星光大道上看到的是以专辑《文明》入围最佳演唱组合奖的 Vast and Hazy。本张专辑探讨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以末世博物馆的概念，将每首歌曲串联，描绘人类共有的脆弱、污点、疑惑、渴望，将音乐放大层次，探索全人类所面临的困境与反思。完蛋了，一起老师跟咔咔来这边请，太优秀了啦！两位老师来到现场呢，我要来问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呢，《文明》这张专辑当中探讨就是末日的预言。请问，如果真的世界末日要来的话，你最想做什么事情？世界末日之前吗？对，世界末日来之前，我希望我可以把我的接下来待播清单，所有想听的音乐全部都听完。哇，这真是音乐人的灵魂了。一起老师，你呢？我的话可能会吃我最想吃的东西。高雄有吗？高雄有。那你要带我去吃吗？可以啊。待会结束以后，我们后台见。说到做到。好，来，谢谢 Vast and Hazy。接着欢迎以专辑《和你蛮像的一支》入围本届最佳乐团奖的13月终了。专辑从家庭出发，探讨着不同的家庭关系，曲风融合摇滚、迷幻、爵士等元素，创造出神秘、幽暗又优雅的音乐，并以主唱空灵细腻的声线最为叙事者，将整张专辑化为一部百读不腻的诗篇。欢迎你们，欢迎各位，欢迎你们。哇，今天呢要帮大家好好问这个问题，因为大家想说13月终了，13月在哪里？到底这个团名是怎么样来的呢？这个团名就是我们坐在摩斯汉堡里面想出来的。有特别怎么样给它特别的意义吗？就是13月是一个不会来的月份，是，然后不会来的月份在某一个时空结束了，这样子。哦，就是我们可以共同到达那一个未来 coming soon 的一个，也就是你的金曲讲座，是，好不好？预祝顺利得奖喽！谢谢。红毯上看到是以今年特别贡献奖的得主邱晨老师和他的家人们。邱晨老师个人创作的是从校园民歌横跨到现代音乐，在台湾乐团是非常的有重要地位。身为秋秋合唱团一员的邱晨老师，从1982年推出《就在今夜》专辑，动人的旋律和狂野的节奏敲开了华人世界的摇滚大门，同时也大大的影响了当时候的乐团。今天呢，邱晨老师的家人，特别是邱晨老师的夫人来到了现场哦，欢迎，欢迎。邱晨老师的夫人就在我的身边哦。是。那我想现在问一下，因为刚刚前2天有听过邱晨老师的夫人有讲过说，其实老师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愿，我们在这边是不是也能够再一次跟大家说一下？邱老师，谢谢大家好。邱老师他的心愿是，希望客家能够发扬光大，能够往世界去走。我想这是最重要的，让客家的声音也透过金曲的盛典，让更多人能够听见，同时也传递在添加的邱晨老师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也希望你们今晚玩愉快，谢谢。
现在步上星光大道的是以专辑《Dive and Give》入围最佳新人奖的雷擎与他的乐手们。雷擎有热带浪漫灵魂代言人的称号，善用于听觉建立完整情境，透过音乐与感官一同身临其境，借由他的作品，仿佛经历一场无需出门的远行，沿着海岸线，穿过森林，最后直达内心的深度旅途。雷擎 A.K.A 今天是佛朗明哥先生，是不是？来，你是。你太帅了！行吧。行。雷擎想请问一下，因为作品当中呢有很多是描述亲情的，而且今天爸爸妈妈来现场，对不对？没错，爸爸妈妈有没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说呢？我爱你们，爸爸妈妈，我爱你们，谢谢你们把我带来这个世界上，我爱你们。漂亮，兄弟，我祝福你啦！但现在先不用跟我多说了，我们后台见了哈，等下见了，欢迎，谢谢。接下来步上红毯的是以专辑《夜观寻场》入围最佳新人奖的曾咖郎。本张专辑以童年记忆为主轴创作，音乐结合传统北管、乡野奇谈与摇滚乐，在歌曲中加入台语口白，并透过田野考察与长辈的口述故事，借由文学与音乐写出一首首献给故乡丰收村与所有受难孤魂的歌。这边请欢迎你们，欢迎！好久不见啦，在今天金曲33的重要时刻，同时你们也入围了一生只能够得到一次最佳新人奖。如果真的得到这大奖的话，有没有想好怎么庆祝了吗？我们应该会大吃一顿，然后去上卡拉 OK。漂亮！那也谢谢曾咖郎，祝福你们待会玩得开心，今天也能够顺利摘金，好吗？谢谢你们。接着，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那葡萄树上的女孩入围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的伍思艾和她的家人。本张专辑是伍思艾将她30年来累积的文化使命、音乐养分，还有舞台经验汇聚而成一张是传奇的大作。透过她空灵温暖的歌声，带领着大家进入另外一片美丽奇特的森林。今天她带着她的小公主也来到现场喽。马嘎巴嗨呢？是那么漂亮。我们这边请 ，Hello， 来哇！伍思艾的美丽的基因，同时也遗传到她的美丽的小公主的身上，欢迎你们！伍思艾，你太美了啦！哎呀，你听说这个女儿也有遗传到你的这个音乐细胞，常常模仿你唱歌。最喜欢唱妈妈哪一首歌？可不可以一起清唱一小段？来啊！乌马达努娃娃，马达娃达娃。Ubali bahaga tufan lucu cinta Umata nuwawa matawa tawa Ubali bahaga tufan lucu cinta。哇，伍思艾，我以为你们要把整首歌唱完，你知道吗？记得一定要在台上好好的。感谢所有的人及享受今天晚上，祝福你们，谢谢，祝福你们，谢谢。接着踏上星光大道的是谁呢？让我们一起来欢迎社长大人池修。池修清澈干净的嗓音非常有个人特色，最近也与入围本届最佳演唱组合奖的 Vast and Hazy 合作新歌《你从来不曾属于我》。这也是 Vast and Hazy 第一首男女对唱的情歌。池修曾在第31届金曲奖的时候获得了最佳新人奖，被誉为是当年度的怪物新人。而今晚也将担任我们金曲33的颁奖嘉宾。又见面了，池修。不是你要站在我中间了，中间还是你要访问我？把你包围起来。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什么建议给首次登上金曲舞台的新人们呢？加油，加油！那我想问你一件事情，其实我想问你了。因为你前阵子梦到我嘛，我想问你，就直接问了，我跟宝可梦谁比较重要了？他犹豫了，我就当做你说我了，我就当做你说我了。好，谢谢池修，我们梦里见，希望你今天玩得开心。不过更重要的是，谢谢池修大人哦，池修大人，因为你刚才选的这个答案，大家有一点点想知道正确答案啦。因为呢，黄轩跟这个宝可梦之间。应该可以 balance 下来，可以 balance 下。你今天祝福我一下嘛，对不对？可以祝福你，漂亮，祝福一下啦，顺利得奖。不过呢，现在我们先进段广告，金曲33星光大道马上回来。欢迎再次回到金曲33星光大道。
最狂热的嘉宾来喽！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 Yellow 黄轩。今年以专辑《Beanstalk》入围了最佳华语男歌手奖，并且以歌曲《Paradigm》入围了最佳编曲人奖。专辑同时也入围了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今天他除了是入围者，当然也是我的好搭档哦，也是金曲33最 hard 的星光大道主持人，马上开了演唱会了，来到现场了。Give it to you。不好意思，我让你太过度太兴奋。马上当成演唱会的现场了。哇，你刚才巨星般的登陆现场，我还是要问你一下 Yellow 黄轩，因为呢，你今年入围了3项大奖，要抢这个歌王宝座。请问一下，跟我一起主持星光大道比较困难，还是得到金曲大奖比较困难呢？我忍很久了，我不行，我一定要讲了。大家好，这是 Yellow 黄轩 ，A.K.A 东南亚区的响声台湾实打声，自带风雨男人，20届摩登大圣杰克宾恩先生，今天也是你的红毯主持人。不好意思，我已经忘记你的问题了。你问我说红毯比较难，还是上台比较难，对不对？对。我会觉得现在最难。不要，先不要走，先不要走，现在是最难，但是有我在。好，我信你了，阿朱。我们要继续来欢迎接下来的音乐人喽。紧接着，让我们欢迎以专辑《Beanstalk》入围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的蔡周翰、单维明。专辑以杰克与魔豆童话故事为发想，向内探索，循着杰克爬豆茎的种种经历，映射出自己内心的创作轨迹，以及对精神物质世界的追求。最终，音乐就是自身唯一的救赎。哥哥们。哇，你重要的 partner， 没错。身为黄轩这么重要的音乐工作伙伴，今天又看到他主持的星光大道，你给他打几分啊？有没有什么要给他鼓励的呢？当然是超过100分啊！哇，超过100分！你们今天应该没有要急着回去哦。好，那晚点庆功宴再见了，好吗？谢谢你们。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以专辑《Umi Milala Diwai》勇歌者入围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的苏明如碧与他的音乐伙伴们。Umi Milala Diwai 勇歌者更是突破以往，透过阿美族最具特色的吟唱和声，搭配吉他、弦乐与贯穿专辑的质朴笛声，以新阿美族古典吟唱创作向阿美族传统古谣致敬。老师，欢迎各位老师，欢迎史密老师。老师呢，其实每一张专辑出来的时候，都让大家有非常多的惊喜。而这张专辑呢，有非常多都是用吟唱的方式来表现。为什么想要来这样制作呢？因为其实阿美族，我觉得很多的像纳鲁安、吼海洋这样的字，大家既熟悉又陌生。对，所以我就想说，这样的吟唱的方式可以放在专辑里面，希望大家会喜欢。是的，欢迎你们，预祝顺利摘金喽！谢谢。星光大道上是以下半场入围年度专辑奖、最佳台语专辑奖、最佳台语女歌手奖的张涵雅和她的家人。下半场延续上一张专辑上半场的概念，以自由爵士为主要风格，以管弦乐的 Big Band 编制带出复古的华丽，展现自由无畏的年代风华。这次也是她第6度问鼎台语女歌后的宝座。那张涵雅呢，去年也以专辑上半场入围年度专辑奖、最佳台语专辑奖及最佳台语女歌手奖。哇哦，今天呢，涵雅姐是带着全家一起来到现场了，还有2个小王子跟小公主，真是太美了。涵雅呢，其实去年这张专辑上半场就是自己从女孩到女人的一个作品，那今年的下半场又想要跟大家说什么呢？其实我觉得身为妈妈之后还能够追逐这个梦想，而且逐梦踏实，这是我觉得在下半场这个阶段的专辑，我希望呈现给大家的，希望大家也能够逐梦踏实，往自己最想要的那个方向继续前进。谢谢张涵雅，也祝福你的下半场能带着家人们的祝福顺利得奖。谢谢。紧接着，星光红毯上是以专辑《Holy Trip》入围了最佳乐团奖的 Trash 阿叶博文、怡园金奎刚。专辑的概念是围绕在为爱而战，从内心的能量强化，延续到自我价值的认同、梦想追寻。他们为了寻求创作灵感，还到山上闭关创作哦。他们意外的体验出自身内心到关系中的转变，打造出这段关系旅程当中最棒的作品。来了啦！这不是就来了吗？这也是你们第3度入围金曲奖。听说，阿朱，我跟你讲非常严重。听说你们今天全部都穿红内裤，来检查，我检查脱下检查来。真的，哇塞，好，太红，你已经拉到这边了，拜托，先不能。听说你们曾说过今晚会笑着离开，对不对？是不是超有信心？
OK， 没有，我们其实是佛系的啦，真的。佛系的吗？因为我们最近那个很多 interview， 我们都说，就是因为这次入围的真的都是朋友。又要讲这种，那我再问你一个啦，那你最喜欢什么肉 ？Rock and roll！ 谢谢 Trash， 谢谢。接下来步上星光大道是以《寻找你》入围最佳华语女歌手奖的伊利高露，以及以歌曲《Sally》入围了最佳单曲制作人奖的于嘉伦。专辑《寻找你》用多位擅长不同各种曲风的国际级音乐人合作，并且以记忆作为主题的延伸，每首歌曲都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可以说整张专辑就是一个故事音乐盒。欢迎两位。我已经忍住了，我不能说太多话，虽然我现在心情很激动，不过我还是先问一下伊利好了啦，马卡巴嗨哈。这张专辑我跟伊利有合作了2首歌嘛，那伊利也找了这个日本、斯洛伐克等国际级的音乐人合作，可以跟我们聊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其实那个音乐人他本身就住在台东，所以可能有一些机会我有可以跟他一起合作，所以会找他一起来。了解。我想请问一下阿良老师，因为里面这首歌《Sally》特别也跟黄轩共同来制作完成，而且这首歌用了很多的混音，还有喘息，为什么想要这样子来做呢？因为我觉得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是我最好的制作伙伴的意思。My bro。因为我觉得像那样子的呼吸声，其实是一个最原始，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乐器。那你在那个很像 jungle 的一个环境里面，你是在求生的一个感觉，这样。没错。好的，老师辛苦你了，我们待会见。两师傅 Good old pal， 谢谢2位。恭喜，谢谢。现在来到星光红毯上的是以专辑《空》入围了年度专辑奖、最佳台语专辑奖、最佳台语女歌手奖的江蕙怡，还有她的音乐伙伴。空代表是空虚跟空洞，也就是我们每天所见、所感知、认知的，并且尝试这些接受必然的缺憾，人生当中必经的空，记录下现阶段的不完美。欢迎蕙怡姐，欢迎。哎，明轩好，蕙怡姐，对。是来一下。经理，哇，太突然了！经理，原本有一个问题我想问的，但是我不想先问了啦，因为如果你们今晚真的得奖了，你们下一步计划是什么啦？我们计划就是吃宵夜。是吗？就是这样吗？不是别的吗？立即更新一下啊，更新一下，好吧？那也谢谢你们，谢谢会，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说的呢？会议就请大家享受这个盛宴，很高兴可以带给大家好音乐。漂亮，也谢谢你们，预祝今晚夺金成功，谢谢。接着欢迎以专辑谢宇威乐团《天空游落水》入围最佳客语歌手奖的谢宇威与乐团成员。谢宇威老师出道30年，这次带着组团10年的伙伴们一起完成了第10张专辑。这个作品同时是献给乐团成员的感谢之作，将客家音乐注入摇滚灵魂，回归最初一起组团玩音乐的初心。哈卡 Rock， 老师们你们好，欢迎宇威哥，这边。王学弟好，是我们的哈卡 Rocker 哎。老师有说到的，这张专辑其实是献给团员们的作品。今天呢，就在金曲盛典当中，有没有什么话要跟团员们说的？非常感谢他们一路相挺啊，所以这张其实有一个原因就是感谢他们。然后这张整张都是 band song， 就是乐团一起录音的。然后在疫情的时候是蛮辛苦的，其实是大家很多歌词是分开在家里面网路交叉去把作品对在一起这样子。是。好啦，祝福老师呢，今天跟乐团一起把这抱得大奖而归喽！谢谢，是满载而归，感谢，谢谢。紧接着踏上星光大道的是以衣柜歌手再度入围最佳作曲人奖的 Hush。衣柜歌手由5月天玛莎和 Hush 共同制作，并邀请陈建骐老师编曲，结合金曲奖作曲、作词以及制作人的黄金音乐团队倾力完成，打造最好的听觉。Hush 想透过衣柜歌手鼓励大家面对恐惧、困难时要拥有大步向前的勇气。他同时也是今晚的颁奖嘉宾，我们掌声欢迎 Hush。这边，你要坐后面。Hush 刚才有一个华丽的转身，就是像是这样。来，这个今天的服装哦，肯定对红毯有的讨论了，一定来比美了。不过要先来请问一下 Hush 哦，因为衣柜这首歌当中呢，有画中画，有其他的含义，有没有什么是透过这支 MV 要跟大家说的呢？这个 MV 跟这首歌本来其实就是想要讲说，在一些传统的框架，可能你在一个不喜欢的环境，你可能
很讨厌你的老板，很讨厌你的同事，但就是 anyway 有点像是说你在任何的压迫或框架之中很想要突破的那种心情，所以他其实当然曲衣柜歌手有一点点在玩那个性向的梗，但除此之外，我觉得他是不分性别跟不分性向。是的，我也相信好作品本来就具有更多的包容性，也谢谢 Hush， 期待你今晚的表演，美翻全场好吗？谢谢，小心哦，小心哦。接着步上红毯的是以《爱不是集中追》入围最佳台语女歌手奖的赖慧茹，这也是她卸下舞曲女王封号后首次回归自我，从情歌出发的真诚之作。不同于她过往诠释爆发力十足的舞曲，她声线里潜藏的甜美，在这张情感饱满的专辑里出彩的唱出每个女孩蜕变成女人之后慢慢找到自己的旅程光景。哇，太辣了啦！欢迎来，慧茹。哇，慧茹今天真的是好辣！谢谢。慧茹曾经有说过，其实呢，阿嬷对你来说是最重要，没有阿嬷就没有现在的你。今天阿嬷呢没有办法来到现场，趁着机会跟她说几句话好不好？好，其实阿嬷今天本来要跟我一起走红毯，但因为她手受伤，然后怕人潮拥挤的话，她又会再一次有受伤这样子。但阿嬷其实真的还蛮期待这次陪我一起走红毯的。那阿嬷不要担心，下一次我再入围就一定带你走红毯，我爱你。阿嬷太美了啦，慧茹今天太可惜了，没看到。恭喜慧茹，那也预祝你今晚没有遗憾，把奖带回家跟外婆分享。谢谢，谢谢。我们的女神孙盛希，希希来啦！孙盛希今年和音乐创作人凯尔合作推出全新单曲《Jackie》，从词曲编写到歌曲制作皆由他与凯尔共同完成。曲风融合雷鬼元素，夹带拉丁美洲的热带性感节奏，加上梦幻甜美的弦乐、钢琴及合成音色，歌词洗脑，让听众享受满满的恋爱氛围。而今年希希将以颁奖嘉宾的身份参与这次的盛会。来了，希希中间请。너무 예뻐요， 너무 예뻐요， 真的是예뻐요。哎，去年我们一起在那个金曲奖上面表演啊，然后希希的音乐一直以来都给我们很多的惊喜。这样有没有什么类型是你没有尝试过，但你未来想要尝试的呢？哇，我觉得以前我真的很玩摇滚。那你是不是要一起？你说当众邀请我是不是？当众邀请我吗？那你看一下我今天晚上的表现，我们再决定。哇，好了，好啦，我们恭喜你，恭喜你！好，谢谢。一起期待，我将要祝福我身旁两位呢都能够顺利的得奖喽。更重要的是，我们先来进行一段广告，待会休息之后马上回来。再次回到金曲33星光大道，步上星光大道是以今年灭人山入围了年度歌曲奖的桑布伊。灭人山是桑布伊跟金曲歌王黄连玉合作作品，讲述的是200多年前先民来到台湾，如何克服这种种困难而生存下来的历程。那么桑布伊呢，在这首歌大秀了客语，而且唱得非常好，欢迎老师。你好，老师，我问你，听说为了这首歌你苦练这个客语2个月，客语对你来说最难的是什么呢？就是不一样的语言嘛，我本身是原住民，所以我要讲客语的话会比较困难，所以在这个咬字上面呢，跟情感的表达，会用比较多的时间去学习。那我有个问题还是想问呢，今年这个芒果有没有机会秒杀？哎呀，今年芒果真的是整个要问那个农委会哦，要问农委会，因为气候的关系，所以几乎整个台湾的芒果都没有什么授粉，没有什么收成。那我还是要祝福，就是不管是芒果跟这个奖项，今晚都能够顺心顺利，好吗？一定要，谢谢桑布伊，谢谢。接下来星光大道上的是以马念先个人创作专辑《Mama Jeans and Daddy Shoes》入围最佳华语男歌手奖的马念先。马念先透过对生活幽默的细微观察与卓越丰富的音乐性天才般的风趣歌词，成就了他独特的马式歌曲。而今晚他将首度角逐歌王的宝座，你看他来了，他朝我们的方向走来了，他朝我们的方向走来了。你看你今天材质不错，今天还不错。老师，你的衣服那感觉摸起来也蛮舒服的。老师就是一派很轻松自在啊，马上要来到金曲奖的舞台。专辑中的这首歌1989下午特别用了小林老师2段歌曲放进去，为什么想这么做呢？因为其实我蛮喜欢小林老师的作品，对，那首歌其实定做一个他是我最喜欢他所有作品里面的那一首歌，那我有跟他说过，然后反正就放进去了，对。哦，
好啦，老师，那你有没有发现我不太一样了？你话好少哦。我说身高，老师，那我今天就不烦你喽，好吗？待会看整人有没有办法成功。谢谢老师，谢谢。接下来星光大道上是我们今晚的表演嘉宾9M88。9M88在第31届金曲奖的舞台上，首度与 OZ 带来 BO 的合作舞台，当嘻哈对上爵士，两人充满灵魂的音乐风格，把金曲奖舞台瞬间变成大型派对现场。今晚他将诠释本届最佳华语女歌手奖入围者们的歌曲，期待他今天的表现。黄轩明珠，欢迎，你好，你们好优秀。爸爸，那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好不好？因为大家都说你是这个金曲收集机，你也合作了很多的歌王嘛，还有歌后嘛。那接下来是不是也有新专辑的计划？你跟大家说一下来。没错，我在今年的8月8号要发我第2张专辑《9M88 Radio》，请大家支持一下。全球8粉站出来，谢谢爸爸，也期待你今天的表演。谢谢。星光大道上看到的是以专辑《面人山》和新宝岛康乐队第12张《渐渐乏》分别入围了年度歌曲奖、年度专辑奖、最佳客语专辑奖、最佳台语专辑奖、最佳客语歌手奖、最佳演唱组合奖、最佳专辑制作人奖、最佳编曲人奖和本届入围的大赢家黄连玉，以及同样以《面人山》专辑入围了最佳装帧设计奖的刘月德，好多奖项啊！金曲大赢家。对，我先来问一下这个刘月德老师。那这次专辑封面采用这个全手工揉制啊，因为每一张都是唯一的一张，制作过程最困难的是什么呢？时间不够。时间果然是最重要的敌人，就跟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今天也是时间的努力，跟我们星光大道遇到的是同样问题。是不过先问一下玉哥，因为这张专辑真的是今年金曲入围的大赢家，7项大奖，有没有你自己最想拿到哪一个奖项呢？没拿过的都想拿。没拿过全部带转一样。哎，没有啦，其实我很希望月德拿了。哦，对，心里面希望这个最佳装帧设计奖可以颁给月德。对。不过呢，今天玉哥呢要挑战一个金曲奖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哦。同一届金曲奖，那么同一个音乐人同时拿到了最佳客语专辑跟最佳台语专辑，好不好？欢迎啊，变落去。好，那玉总要跟我讲了。我们是时间的奴隶，谢谢。没办法，那也祝福2位今晚能够大丰收，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欢迎。紧接着步上星光大道是以跑马灯 That Trip 入围了年度歌曲奖最佳单曲制作人奖的杜振熙。跑马灯 That Trip 是透过诙谐的歌词编曲来探讨沉重的死亡议题。蛋宝跟 OZ 这一次的合作也被网友誉为是神级的组合。今晚杜振熙除了是入围者身份，也要担任颁奖嘉宾，欢迎你。这是蛋宝也叫软嘴唇，亲一个就要传绯闻。宝哥，说得对。我想问你一件事情，因为去年呢，我有看到你在脸书上面发布这首歌的时候，然后你有写下“身为未来人的我”，直接告诉你这首就是第33届金曲奖年度歌曲，你就直接跟大家承认，你是不是真的来自未来了？如果今天这首没有得奖，那就是我们的时空又分裂一次。反正你的宇宙本来就已经成真了。你跟我想的一样。宝哥，那也预祝你今晚能够玩得开心。谢谢。接下来，星光大道上是以专辑《正确的答案》第4度入围最佳台语女歌手奖的朱海军。朱海军以熟练的演唱技巧、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在专辑《正确的答案》唱进了大家的心坎里。今晚她回到家乡高雄，力拼第2座台语歌后的讲座。哇，海军今天非常的漂亮。轩轩，他是你最害怕的，对，他曾经是我最害怕的、最有气势的，气场非常的高。君姐，君姐，今天呢带着一个气势态度来到现场，小心！哇哦，刚才这个华丽的转身，大家好。君姐，我跟你说了。因为呢，这个你的店间，以往你的店间今天就跑到我这边了，所以你刚好没有，所以算是我跟你借的啦，是不是？对，跟你借的店间是好好看。不过君姐呢，今天这一套服装，听说是 No 哥特别帮你挑的，你自己有满意吗？非常满意，你们有满意吗？大家都很满意。我想 No 哥选的就是绝对是正确的答案的。对。我的专辑名称又再一次打歌了，谢谢。是，预祝君姐今天晚上顺利再进喽！顺利再进，祝你得奖，谢谢君姐。步
步上红毯上呢是第33届金曲奖的评审团主席阿迪亚，还有评审团，欢迎各位。今年金曲奖的报名件数是不受到疫情影响，音乐创作能量是持续破纪录。今年一共有20721件作品参赛，共计有173件作品入围，要来角逐27个奖项，可以说竞争是相当的激烈。要特别感谢辛苦的评审团，经过多轮表决跟讨论之后，选出本年度的代表作品。谢谢这么多的杰出的音乐人，为我们持续带来最隽永的好声音 ，Salute！ 谢谢你们。帅了，老师们辛苦了，谢谢。太帅了！现在呢，步上红毯上是以玻璃心入围年度歌曲奖的黄明志、陈芳语，还有以专辑《鬼才做音乐》入围了最佳装帧设计奖的苏绥文和 MV 中的熊猫人。黄明志鬼才般的歌词搭配陈芳语独具特色的嗓音，让这首歌不到1年在网络上就有5700多万次点阅率。专辑是超过90%都是手工设计的，让第一次就设计专辑的苏绥文，你好，很大的压力呢。你好，你非常的突出啊，这位非人类朋友。Dog East, Dog West, Dog Tree, Dog Four, Dog Go， 漂亮，有看哦，有看，有啊，当然。好，现在请问一下 Kimberly 哦，因为呢这是跟这个老师呢黄明志老师2位的合作，而且是第一次的合作。那时候明志老师为什么想说要来找2位合作这一首《玻璃心》呢？明志老师，对，其实。这首玻璃心没有他就没有这首玻璃心，一定要有 Kimberly， 对，因为那时候他们的公司就说，我们要不要合作一首歌？那我就看到，他，那我就上网找了很多他的资料，是，就 Kimberly， 我就找了，我就决定要写这首歌了，是，因为他的声音唱 R&B 太棒了，所以我就决定要跟他一起来唱一首情歌，情歌对唱，粉红色的感觉，浪漫，所以今天大家才穿粉红色。那我也想问一下芳语 Kimberly， 你接下来有什么计划可以透露给大家呢？我觉得接下来会发新专辑。OK， 非常期待。大概什么时候可以透露吗？希望年底。好，没错，那就期待你的新专辑。我身旁的苏绥文老师呢，其实他在设计这张专辑的时候，听说还被明志老师骂了2次，要上新闻。那时候是发生了什么事呢？家丑不可外扬。哇！好啦，其实呢，要完成设计绝对是很难，因为要求出最棒的作品，对不对？是，因为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啊，那个 EQ 是降到0的。IQ 升到100，EQ 降到0，因为我们要把东西做好。那我跟你讲，今晚就会平衡的啦。今晚就会在那边的内幕上 ，almost there，almost there， 都够，我知道。谢谢4位，也预祝你们得奖。接下来星光大道上的是以《爱情你比我想的更加伟大》入围年度歌曲奖的《茄子蛋》。这首歌曲由茄子蛋团员3人共同编曲，主唱阿斌填词，取样自团员3人出生的1990年代风格，朗朗上口的歌词加上摇滚乐与强力合成器的节拍，深深牵动着听众的心。水果 Party for Life， 水果 Party for Life。我知道你要讲这个，这个你怎么就知道？你们太扯了啦！欢迎阿斌。对，好，这首歌其实是被导演讲成是浪子宇宙的延伸，一听到就非常的茄子蛋。接下来有想尝试别的系列的风格吗？我们一直都在尝试新的风格就有新的不同的可能，对不对？对。好，我们期待今晚能够顺利再进喽。好，期待你们，谢谢，拜拜。下一组要步上星光大道的是谁呢？欢迎以《贪》入围最佳作曲人奖的艾怡良。《贪》这首歌词曲呢，都是由艾怡良独自完成的，透过他看似旁观者的角度文字来描写主观的意识，那种看似不服输的示弱，正是许多人感情里面无法避免的贪念。艾怡良用直白唱出内心当中最纯粹的欲望。他今晚也要担任我们的表演嘉宾哦。学姐，你来了，学姐，等你好久了，学姐。哇，今天呢肯定是特别为了我们金曲盛典来盛装出席，真的是好美哦。
学姐好久不见，想问一下贪的这个 MV 找来金马影后谢盈萱、金曲导演比尔贾合作，风格非常奇幻又抽象，可以跟我们分享或是聊聊一下这首歌吗？我觉得贪其实是每个人心中不小心都有的杂念，那只是在这首歌的之中，我想要把它很坦诚的剖析出来。那透过比尔贾导演，然后透过谢盈萱，我觉得我们把贪的层次提升到另外一个我没有想到的阶段。对，所以很谢谢这一次大家一起做音乐，然后做 MV 的感觉，共同完成这个作品，对不对？没错。非常感谢你来参与今晚的盛典。那么我们先进段广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到金曲33星光大道，来了，娃娃魏如萱正踩着红毯走过来了。娃娃今年以《Have a Nice Day》入围了年度专辑奖、最佳华语专辑奖、最佳华语女歌手奖，同时也以《奶奶》一曲入围年度歌曲奖。这专辑还入围最佳专辑制作人奖、最佳作曲人奖、最佳装帧设计奖。娃娃除了是本届夺冠大热门之外，也是我们今晚的表演嘉宾。娃娃穿得非常的靓丽，看那个美腿，欢迎娃娃。萱萱宇宙要成真了，来了。好了，这首歌呢，奶奶其实呢就是要唱给奶奶的这首歌。今天也透过金曲盛典，今天这么漂亮来到现场，很美吧？很美了啦！几句话跟奶奶说一下吧。奶奶，我希望今天可以，就是因为这首歌是送给我奶奶的礼物，希望真的可以上台为她拿这个奖，谢谢。漂亮。可是我不想拿一个，我想要拿很多个，都很多个 ，OK 的 ，OK 的。还有萱萱宇宙还可以一起。那也谢谢娃娃给我跟阿朱的这个花青软糖。因为我怕他们会紧张，然后准备一个放松的花精软糖给他们，有用吗？有，非常有用。所以我们今天黄莺出谷了。That's a good sign again。那也期待萱萱宇宙成真，谢谢。谢谢娃娃，谢谢。动力火车开到高雄喽！现在红毯上看到是以专辑《都是因为爱》入围了最佳演创组合奖的严志玲和尤秋兴，他们极具震撼力跟穿透力的歌声，完美的诠释了许多经典的情歌。今年是迈入出道第24年了，脍炙人口的歌曲一代传一代，每一个人的青春岁月里一定都有一首动力火车。来到现场了，真的是只有动力火车能够超越动力火车。你好，你好，两位哥哥第一次见面呢。也是。我先访问一下那个秋晴老师，在之前的访问中，你们有说过今年金曲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服装要帅。今天服装的概念是什么？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今天真的吗？对，我是觉得这个只要简单，然后我讲的就一个字帅就好了。帅就好了，还是我们3个人有没有机会可以一起并列变成这个动力连接车？可以，我们是的，对，成真了啦！重点是你们3位都很帅，预祝你 enjoy the party， 谢谢。接着步上星光大道的是以专辑《舞台》入围最佳台语男歌手奖的萧煌奇以及工作伙伴。本张专辑找了各个世代各类型的音乐伙伴乐团一起玩出这张新的作品哦。舞台表现出不同世代所碰撞出来的火花，是一张带有传承、坚持、爱、梦想专辑。家里面已经有4座金曲奖，萧煌奇老师这次是以舞台挑战金曲奖的舞台，准备抱回第5座金曲奖喽！欢迎老师。Hello，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哦，叫做两个作战呢。老师你好，我是黄轩 Yellow。我想问一下，新歌胶料啊，你找来这个武雄老师合作，可不可以聊聊这个创作过程？到底是谁胶料谁？当然是我胶料武雄老师。这个是从我在日本一个小岛拍的一个过程，然后呢是一个离别的歌，所以呢当然我话不多说，就是跟有一种离别的感伤，所以呢就跟武雄老师聊天，然后聊出了这首歌。好了，我跟你讲，就是要胶料才会上台得奖啦。谢谢萧煌奇老师，预祝你顺利抱回第5座金曲奖，谢谢。也祝你得奖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各位观众，桃子姐是桃子姐来喽！不少红毯是影视歌3期的天后陶晶莹。比较少人知道的是，桃子姐除了有许多经典的歌曲被传唱之外，更帮张惠妹、周华健、梁咏琪、王心凌等等歌词填过词哦，100%的创作才女。桃子姐也将担任我们今天晚上的颁奖嘉宾，为金曲33增添风采。桃子姐这边请，我是稍微有点发抖了。桃子姐好，发什么抖？两位好，电视机前面的还有网络上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陶晶莹。桃子姐，您身为这个主持天后，我很不想问，但是我还是问一下，你觉得我跟阿朱今天的这个红毯主持处女秀表现的怎样？我还没有看到，是因为我们刚刚后面就是大家都在蕊一些稿什么，但是现在网友的评论是非常的好，是吗？谢谢桃子姐，而且大家说明年换你们2个去主持典礼，哇，可以吗？我怕你会吓得长出头发。我现在没有，我特别看到桃子姐特别紧张，但是因为有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桃子姐你很多歌曲都是我们心中的经典，马上就要办演唱会了，准备的怎么样？现在几乎在南下高铁的时候都在听演唱会的练团的歌曲。7月30号在台北小巨蛋。哇，好，我突然想起来，你前阵子不是在计程车上面也开了演唱会？对，计程车上面也开了演唱会。对，好啦，7月30号一定要来到现场。再次谢谢桃子姐，谢谢，我也加油。现在红毯上看到的是我的强敌，以专辑《励志论》和歌曲《与时多云》偶阵情分别入围最佳华语男歌手奖、最佳作曲人奖的卢广仲，他同时也与张汉忠、简道生共同以《狂迪》入围最佳编曲人奖。身边的还有以自我的介绍 MV 入围最佳 MV 奖的殷正豪导演，今天他也将担任表演嘉宾跟颁奖嘉宾。对定。弟来呀啦哈，来，中间来。弟弟今天好帅，中间来，谢谢。对定，气势逼人哦，你才气逼人哦。你今天跟我一样很忙哦，不仅要表演，你要颁奖，你还要跟我这个竞争这个歌王宝座。现在心情如何？就是我后面有很多，就是我的幸运物跟吉祥的伙伴是站在我后面，我觉得今天就是很安心。然后就是也期待等下的晚餐。好啊，没问题。大气从容啦。不过想问一下殷正豪导演，因为另外一首歌《自我的介绍》MV 里面呢，是让广仲呢担任这亡命打手角色，跟他一般给人家形象很不一样哎，为什么呢？就有时候看太久，他戴眼镜的样子，我很好奇他到底拿下眼镜到底是什么样子。有新的感受，对不对？对。好啦，预祝广仲今天晚上顺利摘金，谢谢。投手抽上面见了。是的。IPSS 国际巨星来啦！红毯上我们看到是 So Hot 主持天后小 S。11D 小 S SOS 的10期就发行了7张专辑，2014年是以 11D 的身份发行了EP，今年也推行了新的专辑 11D 的 Demo Oops， 不只是作词作曲，也主持过3届金曲奖颁奖典礼，今晚将担任金曲33的颁奖嘉宾 Hello， 我真的快点来扶我。来 ，S 姐，不好意思，我已经发抖了 ，S 姐来，你发什么抖啊？我必须要先讲，我是你超级的粉丝，我说真的 ，I love you。那你喜欢胡子还是不喜欢胡子？我可以当场马上脱掉，你喜欢吗？我觉得你不要胡子比较帅。其实有胡子更帅。那我们再一次欢迎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 Superstar 宇宙最美丽的 S 姐，你好，再次介绍一下啦，因为我是 Yellow 黄轩，这位是阿朱。 S 姐好，阿朱你好，黄轩你好，你好，我是小 S， 大家好。尖叫声，你们在干什么东西哇？天哪！不过还是要关心一下姐姐你的健康。就是 S 姐，您身体还好吗？我现在身体已经恢复的算是非常好了，可是因为知道要站上大舞台，因为我这个人是很容易紧张，所以刚才在饭店化妆的时候，还是忍不住上了一下厕所。顺利吗？就是喷的蛮过瘾的。是。不过 S 姐今天的气色真的是非常的粉红，还是要问一下 S 姐，因为今年呢是发行这个 11D 的 Demo Oops， 有没有信心明年要来入围金曲奖的？旁边是受不了是不是？9乘法表 ，OK，99乘法表 ，OK， 来，我跟你。先不要，因为我这个是要压轴在明年的金曲奖，我是一定会报名的，而且我相信我一定会 whatever 得到某个奖。好啊，我跟你说，我是有这个信心啦。如果没有的话，我就会觉得，这个音乐世界是怎么了？不是 S 姐，肯定会的。我也有，我非常期待之后我们可以在
别的场合或特殊的场合，我们在一起见面好吗？好，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不过还是谢谢 One and Only 宇宙巨星小 S， 我们绿面吃，谢谢。接下来来到星光大道的是金曲33颁奖嘉宾炎亚纶。出道17年的炎亚纶是个影视歌3期的全方位艺人，曾说过很喜欢现在的音乐圈，虽然辛苦但很精彩的他，今晚将在这华语音乐的最高殿堂，负责把象征着荣耀的金曲讲座颁发给我们最优秀的音乐人。欢迎亚纶，亚纶降了，亚纶降了。哎，阿朱小心一下，怎么了？是不是有地震？哎，我问一下我们的地质学家。会热吗？哦，还好啦，好啦，因为现场的真的是非常的热情，是想要请问一下严 P 有没有最新的音乐计划呢？最新的音乐计划，对，下半年应该是会有自己的演唱会。哇，已经来到7月，也就是最近 coming 现在 soon 喽。呀，现在也正在筹备自己的专辑，希望能够明年可以来参加这个盛会。也期待明年再见到你。呀，因为今年只是可以颁奖。是，那你喜欢我有胡子还是没有胡子？我觉得你要不要粘一半？我要粘一半，我这个已经变成球了。好啦，再一次谢谢严 P， OK， 谢谢大家，谢谢，晚点见。接着红毯上呢是以歌曲《如果可以》入围年度歌曲奖的韦礼安。韦礼安创下同一首歌推出3种语言版本的记录，将《如果可以》制作成中文、日文、韩文3种版本，让听到他的语言天赋。今晚也将来唱出我们准歌王的歌曲，也是金曲33的一大看点之一。欢迎。哦嗨，Weber， 有 yellow， 我想问一下 ，Yes， 如果可以，你诠释了中日韩3种版本 ，Yes， 你最喜欢哪个版本？都喜 day， 都喜欢。都喜欢是吗？对，而且你今天还有个重责大任，对不对？你今天也会表演吗？没错，没错。我很期待你今晚怎么重现我的歌曲。没错，谢谢韦礼安。好 ，OK， 好，谢谢，谢谢，好，拜。接着红毯上看到是以专辑《Depart》入围了年度专辑奖、最佳华语专辑奖、最佳华语女歌手奖、最佳专辑制作人奖、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同时也以歌曲《Bluebirds》入围了年度歌曲奖、最佳作曲人奖的歌后蔡健雅。本张专辑同时也入围了最佳作词人奖，一口气入围了8项大奖的汤雅，今天跟她妈妈一起来到现场了，也是本届的入围大赢家。欢迎汤雅，欢迎妈妈。你好 ，Hello， 主持人你好，你好，蔡妈，蔡妈妈你好。哎，等一下，我裙子 OK 好。你好，你好 ，Hello， 你好，初次见面，我是 Yellow， 这位是阿朱。那这次首度带妈妈一起走红毯，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妈妈说呢？谢谢妈妈，太感动了，而且这次她真的是非常尽责，就是隔离了8天，完全没有出门，就为了要陪我走这个红地毯，对，所以谢谢你。其实真的是非常喜欢汤雅姐，因为她的音乐呢真的非常真性情，她也希望能够不断的超越自己。不过再想请问一下汤雅姐，因为如果今年在顺利拿下这最佳华语女歌手的宝座的话，你就会破你自己的记录，也是破金曲奖记录了。Are you ready？ 心情如何？我觉得就是一切，我觉得就做音乐就是做到自己喜欢的音乐，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肯定了。所以我觉得今天发生任何的事情，我就是非常感谢宇宙，就谢谢大家喜欢我的音乐，就这样。好，那我最后要祝福汤雅姐，把你今天所有的荣耀归给爱你全部的所有的人。Thank you， 谢谢汤雅姐，谢谢妈妈。各位观众，红毯要烧起来了！欢迎今晚的颁奖嘉宾顽童 MJ116 2020年瘦子一手大渊小春合体登上第31届金曲奖的舞台演出，成为该届金曲奖表演的一大看点。而他们今晚再度合体，除了担任颁奖嘉宾外，大渊更将携手 Masca 将热门嗨歌重新编曲，赶快欢迎他们！欢迎3位，真是太帅了！粉丝呢期待了非常久了，单飞不解散的顽童 MJ116何时有机会再次合体出专辑呢？目前应该还好，先专心准备演唱会啦。因为我们现在算是一个就是旅游团了，我们今天也是来走走看看，这样子凑个热闹。你只是来走走看吗？因为我想说，你们刚刚3位在走的时候，旁边也有好几个已经昏倒了，你们知道吗？太热，是因为太热，真的有点热。那我来问一下大渊好了，因为今晚呢只有你站在台上表演，老乡们都在台下看，心情是如何？我觉得很紧张。是吗？会很紧张吗？会很紧张。那也希望你们今天的不管是，其实也没这么紧张啦。哦，是吗？现在是语无伦次了吗？
好啦，最重要的是今晚要带来非常让大家亮眼的表演喽，希望大家喜欢喽。谢谢顽童 MJ116，也希望你们今天玩得开心。MJ Fresh OS Fresh。下一组嘉宾是谁要来的呢？红毯上，台湾熊旭野欧巴桑陈美凤姐。身为戏剧天后的美凤姐，出过6张专辑跟1张电视原声带，入行超过40年的她，能演能唱又会主持，是演艺圈后辈们心中的典范。每一次亮相都诚意满满，让人相当惊艳。而她也要担任今晚的颁奖嘉宾，现场观众朋友们，现场拖起来了。是的。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尖叫声！欢迎我们的咪红记啊！哇，轩轩，你的汗已经没有办法止住了，对不对？我的汗在美凤姐刚刚来的时候，已经流成一条爱河了。欢迎美凤姐！美凤姐，美凤姐真的今天是非常优雅华丽，可不可以邀请美凤姐帮我们今天红毯第1转华丽的转身，让大家看一下好不好？好。哇塞！现场的尖叫声在给予上。美凤姐，我真的很想跟你说，我觉得今天的这个红毯啊，就是已经对不起你的美了，包括我个人的视线也只能停留在这边了。是，感谢。我先甲这高雄的朋友大家请安问候，高雄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你好，很高兴睽违20年再度回来高雄参加金曲奖的颁奖。倍感荣幸，再次谢谢大家。谢谢美凤姐，非常谢谢美凤姐哦。是因为美凤姐呢，你本来原定这个5月初要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表演，那可是因为疫情延期了。那接下来还有机会让高雄的朋友们听到美凤姐的好歌声吗？在7月30号呢，在高雄有一个过去歌厅秀蓝宝石歌厅秀，我们会在这边表演，希望到时阵大家嘛是来参观来看我们的表演哦。其实非常谢谢美凤姐，因为美凤姐呢算是全程陪伴我们很安心。你知道为什么不？你看那边，你看，你鬼佬花温呐，你有看到自己吗？美凤姐已经陪我们很久了，各位可以看一下，这边有美凤姐的这个照片。对，军旗的电波，凤凰电波就是美凤电波，真的，美凤姐真的是保养得非常好。当然，金曲33盛典呢有美凤姐来加持，让我们更加的汇聚星光了。是的，金曲星光大道，我们明年见。